大家好，欢迎回到小李谈投资。聪明金钱交易系统是基于寻找金融专业人士投放市场的聪明资本的足迹，并与其一起进入市场。在本集中，我们将向您展示完整的进阶版聪明金钱货币交易策略，这将彻底让您大吃一惊。如果您对学习进阶版交易概念策略感兴趣，那么您需要订阅和观看我们的 YouTube 频道。在我们开始解释该策略之前，您需要了解一些聪明的资金订单块、结构破坏和市场惯性改变等概念。要完全理解这些概念，请观看我们之前的视频描述中有链接，但让我们简单解释一下。让我们从订单块开始。订单块是优化的需求和供应区。当大量资金进入市场导致大规模波动时，它们就会形成。换句话说，当买家和卖家之间存在不平衡时，让我向您展示我们如何识别订单块。在看涨情况下，大幅看涨走势开始之前的最后一根看跌烛台被识别为订单块区域，或大波动之前的第一根看涨蜡烛。相同的概念适用于看跌情况。现在我们来讨论结构破坏和市场惯性改变的概念。想象一个趋势市场具有一系列更高的高点和更高的低点，在这种情况下，每个高点和低点都是市场结构水平和最近的更高的高点和更高的低点是我们留意的位置。突破最新的更高的高点表明市场打算继续上升，我们将其称为结构破坏。反之，如果市场突破最近的低点至下，表明市场打算改变其方向，我们称之为市场惯性改变。关键点是，即使影线突破先前的结构水平，结构破坏就形成。但对于市场惯性改变，我们需要一根蜡烛来突破并收盘低于先前的市场结构。现在我们讨论了聪明的资金订单块的概念，让我们深入探讨其中之一——顶级策略。该策略有2个步骤。首先，我们分析市场结构并指出较高时间范围内的订单块。其次，我们放大较低时间范围，并等待市场惯性改变出现，并寻找订单块。例如，如果我们在4个小时内指定了订单块，我们就会在15分钟内寻找进场位。同样的概念，如果较高的时间范围是1小时，我们会在5分钟内寻找进场位。请记住，此策略不限制任何时间范围，但您的进场时间范围必须至少是2次，低于您的分析时间范围。那么，让我向您解释一下图表上的策略的步骤。看看欧元、美元的4小时图。第一步，我们分析市场结构并指出最新的订单块。这里我们有一个横盘整理，价格缓慢上升，最近的蜡烛出现低效率和市场惯性改变，所以这个水平是一个完美的订单封锁区域，可能会被拒绝并给我们一个交易机会。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等待价格触及订单区块区域。在第2步中，我们放大入场时间范围并寻找交易机会。在本例中，我们正在分析4小时时间范围内的市场，因此我们放大15分钟。现在请注意，15分钟内我们处于下降趋势，因此在第2步中，我们必须等待市场惯性改变。如果我们没有看到市场惯性改变，那么我们就没有交易。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市场惯性改变，我们需要一根蜡烛突破并收于该区域上方，像这样。这是一个信号，表明我们不再处于下降趋势，市场可能开始上涨。所以接下来我们寻找新订单块来进行交易。在这种情况下，该区域构成了一个完美的订单块，因为它属于市场惯性改变，所以这就是我们执行交易的方式。我们将订单的价差大小置于订单块上方，止损位于该区域最低点下方几个点。对于第一个目标价，当价格达到您的1到2目标时，您可以平仓一半，这样即使价格回升并触及您的止损，您也能保持盈亏平衡。对于第2个目标价，您可以在较高的时间范围内针对市场前的下一个结构水平，或者您也可以追踪您的利润。这意味着每次市场出现更高的低点时，您都会重新定位止损在最低蜡烛低几个点。但这还不是全部。随着市场继续上行，我们可以寻找更多入场机会。每次市场发出另一个订单块时，我们都可以下风险较低的新订单。例如，市场在这里出现一个新的订单块，因此我们设置另一个订单买入。我们再次有另一个订单块，因此我们再放置另一个买单。请记住，每次你需要冒一半的风险去完成往后的交易，而且也不能进行超过3笔交易在同一货币对里。例如，
如果您有一个小账户，并愿意冒2%的风险，第一个交易的风险为第二个和第三个交易的1%，这样在最坏的情况下，您只会损失4%的资本，但在最好的情况下，您将获得更多的利润。这就是您进行聪明资金的方式。现在让我们看一下黄金美元1小时时间范围，在这里我们可以立即注意到趋势下跌，还有低效率和结构破坏。因此，既然价格已经达到这个水平，我们就画出订单块。让我们放大5分钟时间范围，并寻找进场机会。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市场惯性改变，蜡烛突破之前底点，并收盘低于该水平。所以我们在5分钟图表画出订单块，并进场做卖出订单。现在价格回升，而我们的订单被止损。请注意，价格很快出现另一个新的订单块。我们将进场另一笔交易。现在让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价格回升并触及第二笔交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盈利大于亏损，所以风险管理非常重要。我们还有一种情况，如果第一笔交易未完成并发生第二个订单块，我们将不会取消我们的第一笔交易，我们将进行另一个较低风险的交易。价格可能回升，触及第二笔交易的止损，并触发我们的第一笔交易。在这种情况下，您将在第二笔交易中损失一小部分，并从第一笔交易中获利更多。这就是聪明资金策略时常见的情况。你不应该在价格达到你的目标之前取消你的订单。让我们看看澳元美元的另一个例子。它有部分不同。从我们之前的情况来看，这里我们有一个向上的趋势，所以我们画个订单块。因为这是一个4个小时的时间框架，我们放大15分钟找进场点，在15分钟内出现市场惯性改变，因此是时候找新的订单块并买入。市场在上升而没有明确的订单块，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进行交易？我们以回撤水平进入市场，我们打开了斐波那契回撤位，并将买入位放置在0.618水平。这次我们希望我们的止损为0.88或0.88和1之间。我希望你能将这个策略应用到你的交易计划中，但请记住，知道这个策略是不够的，要正确执行它。你应该在不同的货币对上进行测试，以找到最佳的货币对。还有一个适当的风险管理计划，以确保暴风雨天的到来您不会大赔。本视频就到此为止，谢谢您的观看。如果您喜欢它，请点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激励我们制作更多视频。大家下次见。